这个1吨重的女人到底有多懒，简直懒到令人发指。姐姐不小心摔倒，需要她的帮助。听到动静的她只是毫无在意的瞥了一眼，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。直至姐姐身上爬满了蛆虫，她从来不出门，甚至可以1年不洗澡。而面对母亲的去世，她是这样说的 I mean, I didn't know what to do, so I just didn't do anything. 因为母亲的去世，姐姐原本打算在这里照顾妹妹一段时间，但就是因为这个决定，让她害了自己。首先是堆积如山的账单，都是在已经去世的母亲名下，而妹妹从来不管不问，她甚至不知道用电需要付费，只知道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此时的屋内传来婴儿的啼哭声，她很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You keep the door shut, you won't be able to hear them. 姐姐对此表示很无语，随即起身朝婴儿的房间里走去。就在她路过妹妹房间的时候，看到了地上随处乱丢的餐盘，姐姐无奈地吐槽了一句，并捡起地上的餐盘，不料一转身，听到动静的妹妹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，而姐姐的左脚骨折，衣架上的铁钩刺入胸口，躺在地上完全不能动弹。她忍着剧痛呼喊着妹妹，然而面对姐姐的求助，她不仅无动于衷，反而是毫无在意地喝起了咖啡。姐姐尝试自救，可钻心的疼痛让她根本就拔不出来，她只能再次向妹妹求救。这次妹妹终于走了过来，然而她并不打算救姐姐，而是从姐姐的身体上跨了过去，来到客厅看起了电视。屋里的双胞胎哭得撕心裂肺，姐姐也只能无助地哭喊。而客厅的妹妹却看得津津有味，看饿了就去冰箱里找吃的。姐姐希望她去看看自己的孩子，再次绝望地恳求她。No. 吃完东西就在床上玩起了手机，完全不管姐姐和孩子的死活。此时的女人非常后悔，她不应该留下来的。就这样到了第二天，妹妹看着电视笑得没心没肺。此时一旁的电话响起，女人无力地请求妹妹接一下电话，而她只是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Not for me. 她不明白妹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，而妹妹却说自己什么都没干，所以任何事都跟她没关系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婴儿的啼哭声变得很微弱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而她却在床上玩起了自拍，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。2天过去了，洗碗槽里堆满了盘子，食物也所剩无几，因为没交电费，家里的电也断了，而她却怪罪于地上的姐姐。 Guess you forgot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. 此时的姐姐已经命悬一线，眼前出现了幻觉。她看见闺蜜守在自己的身边，闺蜜曾经跟她约好，1个星期过后就会来接她。门口的信箱堆满了各种账单，闺蜜也如期而至。刚打开门，一股刺鼻的气味袭来，厨房的餐具杂乱不堪。闺蜜呼喊着2人的名字，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随后来到客厅，看到了震惊的一幕，只见女人的身上爬满了蛆虫。此时闺蜜还没缓过神来，就立马来到卧室。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2个婴儿已经没有了呼吸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妹妹突然出现在门口，她的表情变得狰狞。而面对伤心的闺蜜，她说出了自己的人生格言 I think she fell over when I was out. I didn't know what to do, so I didn't do anything. 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，她简直比恶魔还可怕。